这里是 The Kitchen Force。刚刚的开场跟星球大战无关，纯粹个人喜好，所以别误会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怎么去制作看起来更高档、松软、入口即化的巧克力豆曲奇。配角好像还是需要象征性的露个脸，不好意思，感觉滤镜开得有点大，皮肤太滑了，拜。首先准备夏威夷果125克，如果胖了就少吃2颗吧。接着把它给压碎，就好像你想压死你的小人一样。准备中筋面粉100克，低筋面粉60克，1匙的玉米淀粉，半茶匙的苏打粉，准备50克黄糖，比白糖健康些，加25克糖蜜或全75克黄糖。再来，你需要1颗室温鸡蛋，打散。之后准备100克的无盐黄油，切成小块，黄油也必须是室温的。这个时候，把切好的黄油倒入除湿机，再加入之前准备好的糖，然后用低速搅拌。中途把蛋液分3次加入。刚刚提到，我们用的鸡蛋必须是室温的，因为冷冻的蛋液会使黄油结块，并且影响成品。倒入1茶匙的香草精，然后搅拌。之前准备的粉类用拍打的方式过筛，过滤大颗粒，以便之后所有的面粉能够被更均匀的搅拌。剩下的颗粒可以用手指轻轻按压过筛。开始的时候记得用低速搅拌，不然就雪花飘飘。记得避免过度搅拌，因为过度搅拌的面团会起筋，导致做好的曲奇不够松软。把勾上的面糊刮下，放一边备用。另外，准备125克的巧克力豆，加入面糊，再把之前压碎的夏威夷豆一起倒入，搅拌均匀即可。顺便提一下，你也可以考虑用其他坚果，比如核桃、榛果来代替夏威夷豆。准备一个烤盘，铺上烘焙油脂。用汤勺把面糊分成6等份的半球状，你看那么少的分量，应该吃不胖你吧？我这一款曲奇做起来比较大，要是你的嘴太小掰不开，那就做小点呗。稍微整形一下，把一些尖角压下去，不需要压实，再用保鲜膜盖上，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。在等的当儿，你可以找些事做，比如贾文艺的哪一本书看看。这年代喜欢阅读的人确实不多，说不定哪个帅哥美女会看上你看书时散发出来的文艺气息呢。哎呀，破功了，还是装不了。看来还是先去预热烤箱吧。在这里，我们建议使用烤箱温度计确认温度，
因为每个烤箱的温度有可能会出现偏差。调节烤箱上下温度至200摄氏，并且记得使用热风功能。将烤箱预热大约20分钟。冷冻好的面团送入烤箱，用170摄氏烤14分钟。顺便讲解，冷藏后的面团面筋达到松弛，低温使黄油凝结，烘烤时才不会过度扩散。有些人喜欢盯着烤箱，看着你的作品慢慢成型，多疗愈。说不定可以顺便烘大你的毛孔，过后去挤黑头，哈哈，不用谢。香喷喷的曲奇就在你一不留神底下完成了。这款曲奇比较高身，比较大，跟纽约 Levin 曲奇相似，吃起来外面香脆，里面松软，入口即化。刚烤出来的曲奇还需要在有余温的烤盘上静置15分钟。至于几时还有下一集，就要看你的表现咯。是要我暗示多久呢？还不按赞、分享还有订阅？差点忘了这个。好吧，我们一起见证这神圣的时刻吧。你看这外观，想吃是吧？想吃就自己动手弄吧，拜。